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那相信呢，透过我手上所拿的这些专业的水彩纸，就知道我们今天影片当中的主角了。没有错，在水彩创作当中呢，水彩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不同品牌、不同厚度跟不同克数，甚至于纸张表面的不同粗细，都会影响到创作出来的结果。那我们呢，针对初学者来说，哪一款的水彩纸呢，是既有着亲民价格，同时又能展现出不错的好的表现力呢？那这个就要透过我们今天的画面来做深入的了解。那不啰嗦，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示范影片吧。好的，那透过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3款水彩纸。那这3款呢，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基础入门款的。第一个呢是日本水彩纸，有一点点偏黄。第二个呢是博士纸，第三个呢是宝红水彩纸。前面2款呢分别是180克，也就是说它是比较薄一点的。那薄一点的当然吸水性稍差。那这一款呢是300克，吸水性稍好。那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您是初学者又是学生，那尤其是美术班的学生，需要每个礼拜大量做练习，那当然是以这2款为主，因为它是价格最便宜的入门款。好，但是如果您是上班族或者是粉领族呢，有固定的经济实力，那我就会建议直接用300克的这一款。那毕竟呢，300克的水彩纸在做渲染的过程当中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好，接着我们透过画面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3款水彩纸的表面纹理。表面纹理呢，粗一点的那面就代表是正面。好，这个是日本水彩纸的表面纹理。好，接着我们来比较一下博士纸的表面纹理。那表面的纹路呢，基本上它的作用就是希望能够有效的留住水分，还有颜料。那再来第3款宝红水彩纸。好，接着近距离的我们来触摸一下这3款纸张的触感，可以感受表面的粗细度。好，这是日本水彩纸、博士纸、宝红水彩纸。所以可见这款纸呢，纸张表面是比较粗，代表纸张纤维是比较厚的。好，那至于下一段影片当中我们要示范的主角是第1款日本水彩纸。那毕竟呢，这个是很多学生呢他在入门的时候的首选。那我们今天借由画甜甜圈的过程当中来感受一下这款水彩纸的表现力。当然画之前呢，我们打一个铅笔稿，我们用 HB 的铅笔先在上下左右各做一个小小的标记，然后呢，并且拉出一条水平线，因为这条水平线呢，待会会是我们的基准线。这一条水平线相当重要，因为我们从侧面来看，甜甜圈它是偏椭圆形，所以呢，椭圆形两边在转弯的地方呢，它必须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有了这一条水平线之后，就可以规范我们在转弯的位置是准确的。那再来呢，我们轻轻的构图，轻轻的用短直线来构图，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画错了可以很轻易的用橡皮擦擦掉做修改。最害怕的是用又粗又黑的铅笔，然后又用力的画了一条线之后，发现有误差，然后擦掉之后又在水彩纸上产生了一个凹槽，等到上色的时候，这个凹槽呢上面就会积水，会影响整体作画的效果。加上这是一张180克的水彩纸，所以它经不起反复的擦拭。如果是反复擦拭久了之后呢，会导致水彩纸的表面被破坏，然后接着就起毛球。好，相信这个铅笔稿呢很简单，大家都做得到。再来呢，示范用笔我们则是用14号圆头笔跟16号平涂笔。
那由于今天我们作画的面积相当小，所以我们不需要出动到排笔来刷水，我们只需要用16号平涂笔就可以咯。那对于水彩而言呢，能够成功把颜料表现出来的一个最大媒介就是水。因此，如果你能成功的掌握水分，那么代表你这个作品呢，在一开始就成功了一半咯。然后我刷水的习惯是，刷好水之后，我大概会静置30秒到1分钟，来确认一下水分被吸附的效果到底如何。接着呢，我会把水彩纸拿起来，然后用侧面的角度呢去观察一下水分，然后看水的反光来决定水是否过多或过少。假如过多的水分在水彩纸上流动，那我就会在抹布上面呢，先轻压我的水彩笔，将水分吸干之后，然后再把水彩笔移回到画面当中，把多余的水分再次吸附掉。这个动作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假如水分过多的话，那一会儿在做渲染的时候，颜料就会不受控的到处流窜。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好，那我们正式来上色吧。我们先假设光源，假设光呢是从左上角打下来，那左上角的颜色呢就必须要比较明亮。然而呢，我们还要再考量到我们所画出来的甜甜圈呢，必须是要卖相好看。因此呢，我加了一点葛黄跟一滴滴的橘，让它呢亮面是有一点类似微微烤的金黄色的感觉。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顺便传达一个概念，绘画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死板的，它可以因每个人的个性的不同而有所不一样的差异。譬如说，有的人可能个性是比较鲜明，所以他用的是比较浓烈、比较厚重的色彩。相对的，有的人则是喜欢简单、淡雅或是高雅的色彩。在这里呢，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由于刚才我已经刷了一层水在上面，那因此呢，我继续叠加上去的色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这时候你水彩笔的笔腹上面不能有过多的水，尤其像画面上看到的，这时候我在转碎笔。所谓的碎笔呢，就是轻轻的按压水彩笔到底，然后慢慢的转开来。那这时候如果笔腹上面有太多的水，碎笔是转不出来的。同时过多的水呢，会经由你的笔尖又再一次不受控的传递到纸张上面，造成排水现象。转成碎笔所做出来的笔触有一个好处，它会变得比较柔和。当然，碎笔不见了之后，我们立刻再回到调色盘上，再轻轻按压。这时候呢，画面上大大小小不同的笔触开始渐渐构成一个有趣的画面。如果你问我这些笔触呢，如何来决定哪边大、哪边小、哪边多、哪边少一点？答案是依照整体画面来做考量，当然也要参考图片所呈现出来的亮暗面。无论如何，大大小小、高低不同的笔触聚集在一起，它不死板，相反的，它是比较活泼的。然后呢，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手顺与不顺来适当的调整图画纸的方向。毕竟没有人规定图画纸从头到尾一定要摆正来画，对吧？这时候有一个重点，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水彩纸都一直是保持湿润的现象，方便于我来做渲染。好，假设我现在手指的位置我不喜欢，我觉得画坏了，我想要把它洗起来，怎么办呢？答案是把笔洗干净，然后笔毛上多余的水分要吸干，记得完全吸干，顺便转开碎笔，用笔尖轻轻的把刚刚画坏的颜色把它洗起来。没错，水彩纸是可以洗的。把不对的颜色洗起来之后，我们再次调色，趁着纸张还湿润的时候，把我们真正觉得正确的颜色再把它渲染上去就行了。
然而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一张180克的水彩纸，它比较薄，所以它经不起一再的洗，大约就是洗个2次。如果还不停的洗下去的话，那就要面临一个结果，没错，水彩纸表面会开始起毛球。如果你这时候还不停手的话，水彩纸就会被你洗出一个破洞来啦。因此呢，有的人为了预防这件事情产生，于是他宁可一开始就用300克以上的粗纹的水彩纸，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洗破或洗到起毛这件事情发生。好，这个时候呢，甜甜圈的暗面也逐渐完成了，而且呢，暗面我大概用了星寒水彩的浅咖啡搭配深咖啡色。没有错，星寒水彩的浅咖啡色其实单纯的来用是非常漂亮的。然而呢，这个深咖啡色也仅仅适用于暗面画龙点睛的效果，因为如果在这里深咖啡色用太多，那就代表这个甜甜圈烤焦了。接着针对有一部分比较明显的笔触，我在做揉边的处理。但是在做揉边处理之前呢，水彩笔仍然是要洗干净，然后多余的水分用抹布吸干，转碎笔来柔化笔触比较锐利的边边。最后我在做什么呢？我在洗甜甜圈上的反光。同样的，洗反光的时候注意水彩笔一定要洗干净，而且呢，笔毛笔腹上面多余的水分一定要把它完全吸干，这样子洗起来的效果才会好。画到这边差不多完成了，在这里呢，我使用的是最基本的一个技法，我不要去太过卖弄一些炫技，因为我希望初学者能在看完影片跟说明之后，也能很容易自己在家上手。好了，以上就是水彩纸基本款的测试及使用开箱。我们今天影片到此结束，下次见喽，拜拜。